你敢相信吗？大秦帝国的命运竟然差点毁于一个市井无赖的特殊天赋。这不仅仅是一桩千古丑闻，更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权力自杀。当欲望被点燃，连那个一手遮天的吕不韦都将成为这场大火的燃料。大殷人嫪毐以其因关同伦而行。公元前238年，咸阳的街头出现了一幕荒诞至极的景象，一个名为嫪毐的男人竟然可以在闹市之中用他身体最隐私的部位转动沉重的桐木车轮。市井无赖欢呼雀跃，但这不仅仅是一场杂耍，这是权力的展示。这个能够转动车轮的男人即将转动大秦帝国的车轮，并在之后的几年里让这个国家陷入一场前所未有的内战。世人看嫪毐之乱，往往只看到宫闱秽乱，看到太后赵姬的荒淫，但若剥离掉这些桃色外衣，我们看到的其实是秦国最高权力结构内部一场惨烈的失控。这是一场大股东为了争夺控制权而发动的自杀式袭击。祸患的种子早在多年前就已经种下，而种下这颗种子的人正是当时权倾朝野的乡邦吕不韦。始皇9年，有告嫪毐实非患者，常与太后私乱，生子2人皆逆之。故事要回溯到吕不韦权势最盛的那几年，那时庄襄王已死，嬴政上幼，太后赵姬正值盛年，深宫寂寞。赵姬与吕不韦曾是邯郸的一对旧情人，如今一个是太后，一个是仲父，旧情复燃似乎顺理成章，但这对于志在经略天下的吕不韦来说，这是一处必须斩断的祸根。随着嬴政一天天长大，这种私情一旦败露，对于吕不韦的权位与身家便是灭门之祸。于是吕不韦做了一次精明的资产置换，他找到了嫪毐，将这个身怀艺术的市井无赖伪装成宦官，送进了太后的甘泉宫。吕不韦以为这只是一次简单的移花接木，用嫪毐去填补太后的欲望，换取自己的安全撤退。但他算漏了2点，第一是人性的贪婪，第二是太后赵姬的政治算盘。赵姬不仅仅是一个寂寞的女人，她还是大秦的帝太后。在咸阳宫，以华阳太后为首的楚系外戚数大根深，把持朝政；以前朝客卿为首的吕不韦权倾朝野，独断专行。赵姬作为一个毫无根基的赵国女子，她有着深深的不安全感。她扶持嫪毐，既是出于私欲，更是为了打造属于自己的赵系势力。她想用这股新势力去制衡强大的楚系，去牵制日益跋扈的吕不韦，从而保住自己摇摇欲坠的太后地位。赵姬虽然身为帝太后，但在咸阳宫的权力版图中，她并不是顶点，在她头顶还坐着一尊真正的大佛华阳太后。这位老妇人来自楚国贵族，她代表着大秦最庞大、最根深蒂固的楚系外戚集团，那是当年宣太后芈月留下的政治遗产。此时秦国的宰相昌平君、昌文君皆是楚系骨干。反观赵姬，她不过是邯郸的一介舞姬，毫无家族根基。她能上位，纯粹是因为生了嬴政。在后宫与朝堂，楚系才是真正的话事人。如果楚系想要换掉嬴政，比如支持嬴政的弟弟成角，这对孤儿寡母根本无力反抗。要知道，母凭子贵的前提是儿子坐稳江山。但在当时，嬴政虽然即位，由于主少国矣，大权在吕不韦手里，军权在楚系手里，陈角之乱的阴影始终笼罩在头顶。一旦嬴政被废或意外死亡，赵姬瞬间就会从太后变成阶下囚，甚至被杀殉葬。赵姬手里有什么？除了太后这个虚名，她手里没有一兵一卒。这就解释了一个令人困惑的历史细节。史书记载，嫪毐被封为长信侯，家童数千人，门客也不少。请注意，如果仅仅是为了养个男宠解决生理需求，完全没必要给他封侯，更没必要给他实权，甚至给他军队指挥权。当我们把这些碎片拼凑起来，一个合理的推断浮出水面。赵姬因为极度的不安全感，她必须扶持一个完全听命于自己的人，建立一支属于自己的武装力量和政治班底。嫪毐绝不仅仅是一个面首，他是赵姬为了对抗吕不韦，为了制衡华阳太后，为了保住自己和儿子性命而精心打造的一把刀。在这场权力的博弈中，嫪毐成了赵系外戚疯狂反扑的代理人。短短几年间，嫪毐被封为长信侯，次第山阳，他的门客多达数千人，甚至与乡邦吕不韦分庭抗礼。史书记载，当时的秦国朝堂，凡是想求官求富的人，纷纷投奔嫪毐门下。与太后谋曰：“王继薨，以子为后。”野心在权力的温床里疯狂生长，最终结出了2颗致命的毒果。太后赵姬竟然在深宫之中秘密为嫪毐生下了2个儿子，这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私通，这是对秦国根本制度的挑战。在宗法制的根基上，秦国的王位只能姓嬴，但这2个私生子的出现让嫪毐产生了幻觉。他在酒后狂言，自称是秦王的假父，他甚至和太后密谋，只要嬴政死掉，他的儿子就有机会登上王位。
这是一场豪赌，筹码是太后的玺印，赌注是大秦的江山。而此时的秦王嬴政在做什么？他在等待。这是一个22岁的年轻君主为了掌控帝国所必须经历的最后一道关卡——养蛊。他清楚嫪毐只是台面上的小丑，他真正要解决的是太后手中的监护权，是吕不韦手中的相权。他需要嫪毐犯错，犯大错，犯一个足以诛灭9族，足以让太后交出玺印，足以让吕不韦引咎辞职的滔天大罪。他在等嫪毐造反。公元前238年，这一年嬴政22岁，按照秦制，他将前往旧都雍城举行冠礼。冠礼意味着成年，意味着亲政，意味着太后必须交出玺印，意味着襄邦必须归还权柄。对于嫪毐来说，这是最后的死线。一旦嬴政亲政，他假宦官的身份，他私生子的秘密都将无所遁形。恐惧催生了疯狂，嫪毐决定先下手为强。长信侯爱作乱而决，矫王玉玺及太后玺，以发县族及魏族，观其荣宅军功，舍人将欲攻其年宫为乱。4月，嬴政抵达雍城，就在冠礼的前夕，嫪毐动手了。他勾结宫内的宦官，盗取了印模，伪造了秦王的玉玺，并盗用了太后的玺印。凭借这2枚印章，他调动了咸阳的卫戍部队，甚至动员了荣宅军功，也就是归附秦国的少数民族部落首领。这说明嫪毐的势力已经渗透到了秦国的军事边缘。叛军的目标很明确，攻打嬴政所在的齐年宫，杀掉秦王，立私生子为帝。这是一场极其凶险的内战，叛军一度攻占了咸阳的章台门，逼近核心区域。在这一刻，秦国的政治版图发生了剧烈的震荡。面对赵西外戚的疯狂反扑，另一股潜伏已久的庞大势力终于露出了獠牙，那就是以华阳太后为首的楚系外戚。对于楚系来说，嬴政虽然不是楚人所生，但他名义上是华阳夫人的孙子，是楚系利益的合法继承人。而嫪毐代表的赵系若得势，楚系在秦国100年的经营将化为乌有。为了维护楚系的根本利益，华阳太后不再沉默，嬴政发布平叛命令。在楚系势力的强力介入下，秦国正规军迅速集结，吕不韦也不得不调动相府的军队参与平叛。这一刻，为了维护嬴姓王室的正统，为了绞杀这个僭越的市井无赖，秦国的楚系、客卿、宗室达成了空前的统一。嫪毐这个毫无根基的暴发户，瞬间变成了孤家寡人。战斗很快呈现一边倒的局势，在咸阳街头，在齐年宫外，秦军精锐斩首数百级，嫪毐仓皇出逃，最终被擒获。9月，以嫪毐3族，杀太后所生2子，而遂迁太后于雍。清算的时候到了，这一次的清算充满了血腥味，但也充满了理性的寒光。嫪毐被车裂，5马分尸，一灭3族。他的党羽20人被斩首，4000余人被剥夺爵位，流放属地。最残酷的一幕发生在宫廷深处，嬴政派人搜出了那2个藏匿的私生子，那是他同母异父的弟弟，但他没有丝毫犹豫，下令将这2个孩子装进布袋，活活摔死。这是为了斩草除根。在权力的逻辑里，血缘不是纽带，而是隐患。任何可能威胁到王位正统性的存在，都必须被物理清除。至于那个给了他生命，却又背叛了他的母亲赵姬，嬴政给予了他最绝望的惩罚。他断绝了母子关系，将赵姬囚禁在雍城的冷宫之中，永世不得相见。这场动乱表面上看是平定了嫪毐，实则是嬴政对秦国权力结构的一次彻底大清洗。这不仅是一场权力的交接，更是一个时代的终结。回顾秦国历史，外戚干政似乎是一个传统。当年的宣太后芈月也是靠着楚系外戚的势力诛杀季军之乱，稳定了秦国政局，让秦国走向强大。但赵姬不是宣太后，嫪毐也不是魏冉。宣太后用外戚是为了壮大秦国，而赵姬用外戚却差点毁了秦国。嬴政通过这场血腥的清洗，彻底终结了赵系外戚，也重创了楚系外戚的政治资本。他用事实宣告，大秦不需要第2个宣太后，更容不下第2个魏冉。同时，他也敲响了吕不韦的丧钟。所有人心里都清楚，嫪毐是吕不韦送进宫的，这把烧向秦王的大火，最初的火种是吕不韦点燃的。虽然吕不韦在平叛中立了功，但这无法掩盖他在政治上的重大失误。嬴政免去了吕不韦的相职，让他回到河南封地。那个在邯郸风雪中瑟瑟发抖的孩子，终于在血与火的洗礼中成长为了真正的孤家寡人。这一年，嬴政22岁。他站在齐年宫的废墟之上，看着被鲜血染红的台阶，他的眼神里再也没有了少年的稚气，只有属于帝王的冷酷与深邃。大秦帝国的战车碾碎了内部的羁绊，即将向着函谷关外的6国全速冲锋。而对于嫪毐来说，他的一生不过是一个荒诞的笑话。他以为自己是骑手，其实
他从来都只是别人棋盘上一颗过河的卒子。当他失去了利用价值，毁灭就是唯一的归宿。正如吕不韦最初看中他的那个原因，他只是一个工具。当工具试图拥有自己的意志时，这本身就是一种死罪。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没有人会在意车轮下的尘埃，人们只会在意驾车的人将要去向何方。镇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治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